大家好，我是天天早报记者展平。我现在人在巴西圣保罗 Brás 街区的一座商场里，这里和另一个叫做25街的街区是很多中国移民来务工和创业的地方。虽然环境不太安全，却也承载着很多人的希望。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Brás 和25街的华人移民的面貌。巴西有大约30万华人华侨，大多数在圣保罗生活。25街和 Brás 商区是华人的2大聚集地，很多移民在这里做外贸生意和小买卖。包包、眼镜、服装等小商品应有尽有。50岁的邹王军来到圣保罗已经23年，见证了这里各种机遇和挑战。我是2002年来到巴西。2002年中国刚初中毕业，进入工厂打工，做了7、8年。有个亲戚在这边，他说这边不错，有机会带我出来。那么我就想，既然在中国没有出路，那么为何不出来试试看呢？就凭着这个态度出来闯一闯，就不知不觉在巴西已经20年过去了。一些在圣保罗的华商形容这里是创业者的天堂，也是地狱。天堂是因为这里为资源匮乏的移民提供了翻身的机会，地狱则是因为这里贫困问题依然严峻，抢劫案屡见不鲜。如果卖冒牌货，也面临被警方查封的风险。刚来到巴西，那25街是一条你必须记住的地方这是每个中国人的梦开始的地方，是我们的起点。因为在这里你没有钱也没关系，因为你可以赊到商品，然后外面去卖，从这里白手起家。但是同时25街对我们移民来说也是一个地狱般的存在，因为我们刚开始在这里做冒牌，免不了面对警察、面对税务局的查封，一年到头有可能你赚了很多钱，但是来一次全把你货物搬走，有可能那几年你就白做了所以对新的移民来说非常大的一个挑战，就是你永远不知道赚得多还是赔得多，完全看你的运气如何。为了赚取更高的利润，一些华商选择铤而走险，进口走私货成为一个普遍的手段。所以很多的中国人，他们为了有盈利，或者是有东西可以卖出去更廉价，他们就会选择通过周边的一些国家把这个货物给进过来，就是通过走私的方式来进到巴西，然后可以取到一个好的一个利润。其实说实话，从侧方面也是表现出让巴西的当地人可以有便宜的东西可以买。所以这样算是违法的吗？这肯定算是违法的，政府应该也是知道的，对吧？他们就是会按时或是抽查的。如果你通过走私冒牌，那冒牌的是经常都会被查掉的。圣保罗的基础设施和维修水平相对落后，商区不时发生意外事故，让商家措手不及。像是2024年10月 ，Brás 一间华人商户聚集的商场，已有店主忘记关掉电器，引发大火，400多家店铺被烧毁，损失惨重。在巴西打拼虽然辛苦，但随着这里的华人经济实力崛起，新一代华侨要走的路已经没有前辈那么艰难，他们也为自己立下了更大的目标。24岁的安娜是巴西第2代华裔，4年前到中国念大学，毕业后选择回到巴西创业，开了一家化妆品店。我认为比在中国有前途赚钱会比较容易，比中国容易一些。就是我在中国，我可能找个班上吧，可能都找不到。我父母也在这边，然后我开始创业也是因为有他们的帮助，所以可能一开始的起步会比较简单。我在中国的话，我的父母也不一定能帮到我什么。我想开始在中国创业的话，可能成功率比这边要低个80%。我们的目标就是创立一个自己的化妆品品牌。目前为了这个目标的话，我们现在在熟悉这个市场，积累一些经验和金钱，然后再去慢慢实现这个目标吧。在圣保罗打拼的风险不小，但许多华人也看到了机遇。尽管生活未必安稳，他们仍选择放手一搏。正如一位受访者所说的，即使不能致富，在这里只要肯努力干活，都还是能够过上小康的生活。